央视等官媒近期报道了解放军南部战区部队在中缅边境我方一侧进行实战化演训的情况，披露了大量重要信息，在对外展现解放军维护边境安全决心的同时，也让外界看到了解放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配备兵力，做出针对性部署的能力。从央视的报道画面来看，此次在中缅边境地带进行演训的解放军部队，以大量装备轮式车辆的快速反应部队为主，不光没有看到坦克等履带式车辆，就连调动的轮式装甲车也是配备机炮和机枪的6轮版本，而不是大8轮底盘的轮式突击炮一类的装备。虽然没有太多用于突击作战的重装备，但南部战区出动了大量安装在卡车或越野车底盘上的车载火炮，且出动了反炮兵雷达等先进设备，重点演练了快速火力打击和反炮兵作战。而南部战区拿出这种以快速机动为核心，相对强调阻拦风控、火力打击与反炮能力，淡化突击作战的部队配置，无疑是考虑到了缅北战局的实情。首先，解放军此次边境演训的核心目的是防止缅北的乱局外溢到我国境内，而中缅边境线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很多地方的地势也谈不上险峻，想要以有限的力量完成对这样一段边境的封控，就需要解放军部队保持较高的机动性，能够依靠我国早已完成建设的公路体系到达所有边境地带。在到达相关区域后，解放军的战术目标也只是挡住越境的武装人员，阻止战火烧到中国境内，没有攻坚等作战需要。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南部战区此次出动的是装备大量轻型轮式车辆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出动坦克等重装备了。其次，中缅两国的经贸交流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陆路运输进行的，谁控制了边境线上的口岸，谁就能够掌握关键的海关税收。因此，各个边境口岸以及靠近这些口岸的边境村镇是当前缅甸政府军和民地武争夺的重点。而在这些边境地区的争夺之中，缅军和民地武都使用了各类火炮轰击对方目标。在此过程中，任何一方的炮口歪上一点，便有可能出现炸弹落入中国境内的情况。在2015年和2020年的缅北冲突之中就出现过这类情况。更不用说，随着战事的进行，不排除有人会浑水摸鱼，主动向中国境内发射炮弹，然后将锅甩给对手。解放军演训之中特意设置的火力打击科目，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应对这些情况，及时压制将炮弹打到中国境内的火力点。央视节目之中，解放军使用反炮兵雷达定位敌方炮兵阵地，再通过数据链将信息传达给车载榴弹炮群，展开反炮作战，更是在练习应对这类突发情况，以便在有类似突发情况时可以随时做到就地反击。第三，解放军在演训之中安排了扫雷排爆分队前出排爆，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这一科目。考虑到缅北战事的实际情况，解放军这一科目设施应该更多是要检验工兵排除未爆炸弹药的能力。毕竟在战争过程之中打出去几发哑弹属于常见情况，如果有这类弹药落到中国境内，也必然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排除这些弹药无疑也是解放军工兵部队的一个重点任务。最后，央视在节目之中提到了装甲突击分队在精准情报信息引导下快速向预设阵地机动这一点。虽然央视没有明说这些精准情报信息的具体来源，但考虑到解放军在无人机应用上的技术积累，以及近期有网友在中缅边境地区拍到了无人机飞行的痕迹，我们其实可以大胆猜测，解放军在此次演训之中有可能出动了侦察无人机一类的现代化装备，提升对边境地带的监控能力。此外，这些只是央视现在展现出来的内容，解放军在边境上的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部署。举例来说，缅军目前正频繁出动空中力量轰炸民地武目标，而在今年年初，印缅边境方向上就出现过缅军战机在轰炸边境目标时将炸弹扔到印度境内的情况。因此，
解放军空军和地面防空力量极有可能也进行了一定的演训工作，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从这几点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解放军对于缅北战局的走势以及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有着自己的判断。现在通过实战化演训，在边境线上展示出来的力量也已经足够威慑缅甸冲突各方，降低缅北战火蔓延到中国境内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解放军此番演训之中针对性极强的武器装备配置以及科目设置，从侧面证明了解放军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动部队，应对突发性地区冲突，阻止他国危机外溢到中国的能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而在当前这个地缘局势的动荡期，拥有这种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据南部战区消息，南部战区发言人田军礼指出，基于年度训练规划，战区陆军部队自11月25日启动实战演训，地点位于中缅边境中方区域，目的在于检验部队快速机动、边境风控、火力打击能力。田军礼指出，战区部队随时为处置突发事态做准备，必须确保中国主权、边境稳定、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南部战区声明中有3点值得关注：一、演习为实战性质，从25日展开，战区发言人未宣布演习截止期限。2、演习内容为部队机动、边境风控、火力打击。这一演习显然具有针对性，南部战区相关陆上部队已处于战备状态。如果缅北战事升级，威胁中国陆上边境安全，战区部队将能够由训转战，封锁中缅边境，构建火力阵地，保证中国边境安全。3、南部战区指出，战区部队随时为应对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由此可见，持续以1个月的缅北战事或计划，在老街外围展开军事行动已多日的果敢同盟军或对老街发起总攻，中方已在为应对冲突外溢情况做准备。除此之外，中国驻缅使馆11月24日发布紧急提醒，呼吁当下在缅北老街的中方人员尽早撤离，指出老街冲突持续引发安全风险增加，中方人员应尽快从冲突区域撤离，遭遇紧急情况应同中使馆联系。11月18日，果敢同盟军向老街民众发布通告，其中称围困而未对老街发动总攻的原因在于为人员撤离提供时间，减少民众伤亡。还在老街的中方人员应尽快回国。果敢同盟军发言人李嘉文11月20日证实，通告确实是他们发出，已有2万多华人返回中国，尚有2至3万华人滞留。中国多地也发出通告，呼吁在冲突区域的中国公民尽快返回国内。可见，中方在全力撤出人员，缅甸方面对此予以配合。社交媒体上也传出画面，老街方面派出大巴免费运送中方人员前往中缅边境，招呼有意离开的中国公民上车。除此之外，截止至11月21日，自缅北被移送至中方的电诈人员有 3.1 万人。11月16日，明学昌犯罪集团覆灭后，缅北地方势力武装护诈的念头基本破灭。缅北电诈集团的覆灭，中方犯罪人员被陆续抓捕回国，再使老街局势由此改变。果敢同盟军对老街的总攻即将来临。10月27日，以打击电诈为口号发起对缅军方的进攻以来，果敢同盟军接连取得战果，将4大家族包围在老街。缅军方接连失去据点，陆上支援难以奏效，先后有2名缅军师长被传阵亡。缅北多支地方武装和反对缅军的人民保卫军同时采取行动，也使得缅军同时面临多处战场。缅军方的失利既与果敢同盟军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准备有关，也与米昂莱2021年发动政变加剧缅甸内部分裂有关。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中缅边境进行的战备行动，旨在确保缅北战火不会外溢到中国境内，为中国安全提供防护。与此同时，解放军南部战区也抽调兵力，统检老、马、泰、越5国联演，促进多国协同进行陆上、海上反恐能力。期间，无人机、
穿墙雷达等装备得到应用，各国部队以联合指挥部形式调动陆海空兵力，形成对恐怖分子的联合打击。当下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多，地缘危机频现，中国军队在持续行动，为中国及区域安全护航。